哎呀妈呀，讲到这儿想哭呢，咋回事？每一年快过儿童节的时候，我就会收到我妈电话提醒：微微呀，父亲和母亲说那是送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是一份大礼，他看不见摸不着。我当时还有点不能理解，但知道他贼厉害，那我这个礼物不要了。我当时也这么跟我妈说的。往后的儿童节我过得都特别的战战兢兢。哎，现在提问，这个礼物是什么礼物？ 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 Hello， 又见面了，我是微微。大家知道6月1号是啥节日不？我们中国小朋友的儿童节。突然想起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呢，就微微就是讲故事的一集影片，好吧？和我一起回溯到大概童年的某一个儿童节。那一天，我妈妈带给我一个礼物，我父亲和母亲说那是送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是一份大礼，他看不见摸不着。我当时还有点不能理解，但知道他贼厉害。这个礼物叫做商业保险。就是在那2年，我们中国大陆的北方就开始流行商业保险了，很火热。恰巧我妈妈旁边有个女性朋友卖保险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就强烈的跟我妈推荐，一定要给你女儿保这个保险呀，这个保险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当时呢一年要缴不到15000台币的样子，连续好像缴25年的样子。因为听说贼厉害嘛，人家建议说你别保1份，保2份啊。我妈说行。暂时不说这个保险有啥功能啥功效吧，台湾朋友应该比我更了解商业保险，因为我发现台湾商业保险真的是很强大，应该比我们东北更早流行吧啊。好，那这个礼物呢就送到这儿了，对吧？我也欣然接受了，也很感谢他们。就这样，日子过了大概5、6年。哎，现在提问，这个礼物是什么礼物？儿童节礼物。之后的每一年儿童节，我父母都要按时的去缴钱。我记忆中好像过了大概4、5年之后，父母缴这个钱缴的有点厌倦了，也或许是家庭条件从一个很优质的家庭收入变成了比较平庸的家庭收入，这个钱对于他们来说就有点不舍得了。所以往后的儿童节我过得都特别的战战兢兢。为啥呢？父母如果那天心情好了，可能就会念叨2句，哎，今天又要给微微交钱了。如果心情不好的话，这个缴完这个钱，我爸妈可能还会吵一架，要么就是会找茬打人，可能我也调皮吧，就揍一顿啥的。所以往后的儿童节对我来说没有啥期待。这儿童节礼物听着好像有点变味儿了啊，但是我觉得还行，因为他厉害嘛，贼厉害。一直到后来读大学了，会员朋友应该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更新我大学的这个打工记啊，啥工作都做过。从18岁开始就自己赚生活费了，自己攒了一部分钱，攒呐。我妈和我爸就问我，微微是不是攒了一些钱？我说是的，攒了一些钱。我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今年的这个保险呢，要过儿童节了吧，自己缴吧。就她说这句话时候我有点懵啊。就大家想一下，就是你收到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挺开心的，谁收礼物不开心？但突然有一天，人家跟你说这个礼物就是它是分期的，往后的10年这个付款你自己还吧。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会，那我这个礼物不要了。我当时也这么跟我妈说的，我说这个保险现在来说好像，爸妈也因为觉得那个保险不划算，吵过很多架。我说要不就不缴了。我妈说不行，那爸妈都给你缴那么多年，那钱不就浪费了吗？你必须得缴。就是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就是人家送了一个礼物半成品，后面你得自己买单，不要还不行，你必须得要。然后我也是默默承担了。我妈顺便还跟我问了，异地也可以缴啊，你在成都也能缴费。我知道了，知道了。就从我20岁那年吧，每一年快过儿童节的时候，我就会收到我妈电话提醒，薇薇呀，那个保险要缴费了啊，记得去缴，6月1号截止。1、2、3、4岁的时候记忆不清楚呢，应该是我最无忧无虑的儿童节了。就收到那份大礼之后，儿童节就已经不是儿童节了。再往后，感觉那个礼物无形之中变成了一种枷锁。中间有和父母发生一些事情啊，就是特别是生了悠悠之后，就那2年，可能爸爸的心态也是一种问题，还是咋的，就要礼物了。我不知道他需要啥，他可能还会怪我，你怎么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呢？就有点那种意思了。那这个爱它就有点变味儿了，你们知道吗？我倒是不是说我不能给我父母，就是我希望是以爱的形式给予他们，报答他们，但是这个爱的形式真的有点变味儿了，所以就和父母比较疏远。再加上种种吧，之前跟大家讲的，爸爸可能脾气有点暴躁啥的，各种问题，就觉得，说实话，特别是就是离父母远了，我在台湾生活了，觉得心灵和肉体都自由了。这个是在我这儿感受特别特别强烈的，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状态不一样，是吧？唯一我就觉得有一根绳拴着我，我飞再远，我那风筝都放到云彩上面了，我还是觉得有个绳一直每年拉一拉我，该缴费了，1年拉一拉我，该缴费了，就是这个保险，它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被迫的牵绊吧。就在30岁那年，最后一次缴费，我妈还提醒我，薇薇，最后一次了啊，把那个费缴了。哎呀妈呀，讲到这儿想哭呢，咋回事？不太记得那么清楚了，反正不在中国大陆，和悠悠在一起，我哭得好伤心。那天他情绪很复杂，有委屈，有不明白为什么，还有就是我自由了。3年前的6·1儿童节是我真正重生的。就是现在就是下方留言说起来吧，祝薇薇3岁儿童节快乐。悠悠那时候小，不知道我为啥哭，但是我就是嚎啕大哭，哭完之后觉得哇，太放松了，无比的轻松感，就是很像是那个啥氢气球啊，或者是风筝，那个线儿就剪断了，以后再也不怕6月1号这一天有个绳拽拽你，薇薇记得缴费啊。我为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过2年如果再讲这个事儿呢，我自己情感就淡了，可能我自己就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儿，哈哈哈2、3句讲完了，不像现在声情并茂的，还记得这么强烈，对吧？哎，分享给你们。我很长一段时间思考自己的原生家庭，后来我和优爸也讨论，我俩总结是爱的能力比较弱。我不能说我的父母不爱我，因为他们也有过一些小细节，我觉得他们爱我，甚至说这个礼物的初衷就是一种爱，对吧？只是说他们后来可能心态的改变，包括大环境给他的没有安全感，他可能就会造成了后来种种的这些行为。故事结束了，纯分享啊，就朋友们也听个乐呵，挺好玩的。有的朋友呢就听个乐呵，有的朋友呢就是打发时间，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对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个你这个保险呢，是不是后来会带给你很多的收益，或者说能量？它有多厉害？就这么说吧，我之前有过一次手术，是因为我上大学打工晕倒了，然后当时把嘴巴全部都磕破了，过度劳累，但是自己呢又节省嘛，就简单的自己消了个毒，没有去医院。后来这自己愈合上了，这里面就差一层，外面一点点皮，但是这儿也有一点点疤痕，就愈合了。愈合之后没有想到它里面其实结成了一个叫啥瘤的一个东西，那瘤长得有点像葡萄，
大瘤小瘤都有，后来就鼓出来了这个瘤，就做了手术切除。但是那个医师说这瘤吧，里面还有残留，它还会长大，所以我现在就摸这里面还有痘痘，我只不过现在没有在台湾做手术。那次手术呢，我这个保险，据我妈妈之前说，它是可以赔偿的，但是呢，我做完这个手术拿给人家，人家说不赔偿，所以他后来才知道这个保险其实它有点，那个时候保险机制不完善，不像现在啊。咋说呢？带来不了给我啥，也有所获得。从30岁之后开始，比如说今年我领了五六千台币，然后过去3年之后再领一次5、6千台币的样子，一直可以领到我老去，还是5、6千台币的样子。另有终极大惊喜哦！据说等我结束了啊 ，game over 了，我上天堂了啊，悠悠，他可以凭着我的死亡证明去领多少钱？我记我妈说是领个5万台币，这一条命，就5万台币还是8万台币，大概就这样。不能再多啦，分享给大家。那时候早，家长也不懂。唉，但我挺好奇的。我有时候跟优爸会开玩笑，我说：“哎，有点好奇，我完蛋了之后，悠悠会不会去领这几万台币啊？你说到时候这几万台币够得来这来往返的机票不？因为这人寿公司你不得悠悠以后飞到中国大陆去领啊，是吧？哎妈，那往返机票如果不止这些钱的话，那就算了，别领了，多麻烦，他自己还倒大钱去领个。好了，那就请期待微微的下期影片吧。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哦。对，还有订阅。